目前市场上比较热门的两款中大型纯电轿车是小米速7和小鹏 P7+，两个车长期霸榜这个级别的销量前2。小鹏 P7+ 作为20万元家用科技车型的代表作，不仅有舒适的配置、3电和优秀的智驾水平，现在还有标配5C 电池和 CDC 的新版型上市。但是只有一台车怎么能够？这次我们带来了同样价位20万元运动车型的超级明星小米速7。当然，在价格方面，我们也选择了小鹏 P7+ 20.88万元的超长续航 Max 旗舰版和小米速7 21.59万的后驱标准长续航版。两台车价格差不多，谁更适合你？或许看完这期视频你就有答案了。在驾驶参数上呢，两台车都是后驱单电机，0百也都是5秒多，续航里程也差不多。但当你把两台车开起来的时候，它们的定位就完全不同了。速7明显是更运动的车型，起步时的动力输出很强，电门灵敏跟脚，而且方向盘的转向手感也很丝滑线性，指向很精准。因为是偏向运动的调教，所以在前段来说，底盘感受会稍微有点硬，路感清晰，但驾驶起来也有一定的支撑性。弯道内的车身姿态很稳定，但是听说速7在运动模式下有甩尾的问题，视频结尾我们验证一下吧。再来，我们说一下小鹏 P7+。那相比于速7的激进 ，P7+ 的驾驶取向就很舒适啦。而且 CDC 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加全新升级的太极液压衬套矩阵，能将路面的细碎颗粒和小坑洼吸收掉。总体而言呢，就是从容舒服。而且 P7+ 的加速性能也偏向家用，不是猛的起步，而是线性的输出，电门的响应速度不会那么敏感。但说到底呢，小米是运动底盘，小鹏是科技实用。底盘虽然没有小米那么极致，但新版型标配 CDC 的 AI 底盘，家用平稳舒适的同时，操控起来也是有些可玩性的。接着是智驾，速7标准版只有高快速度的智驾，但是小鹏的 XNGP 在高快和城区都能用，而且全系标配不收费。不仅如此，还有2颗英伟达 Orin X 芯片，算力能够达到508 TOPS。作为对比，速7标准版只有1颗芯片，算力只有84 TOPS。而且惊喜的是，小鹏真正做到了所有车型端到端大模型全面应用，硬件不选装，软件不订阅，使用不收费。也就是说，最低配的车型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驾驶辅助能力。我们也都试了2台车在高快路的表现，总体而言，2台车表现的都很不错。但 P7+ 相比速7标准版来说，更像是老司机，不管是跟车还是变道，都更加聪明。在尺寸方面，2台车差不多。精确到数据，2台车也相差不大。那在颜值方面，每个人喜欢的类型不一样，这里就不做评判了。虽说2台车都是轿跑风格，但要追问到运动感，我感觉小米速7还是更胜一筹。低趴的姿态，流线的车身，而 P7+ 给人更多的会是一种流畅且空间很大的感觉。不同的是，在这个价位 ，P7+ 是20寸的轮毂，而小米是19寸。那在尾部美学方面就有很大区别啦。那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？虽然2台车都是溜背造型，但因为2台车的定位不同。一个是掀背尾门，一个是传统尾门。而在后备箱容积方面 ，P7+ 因为主打是家庭使用，所以容积最大可以达到2221升，开口角度也很大，下方还有一个小储物空间。而速7作为运动车型，为了照顾驾驶感受，所以空间就没有那么大，但总体来说还是够用的。而且105升的前备箱也很实用。在充电补能上，小鹏 P7+ 不仅是全域800伏 SiC 碳化硅平台。而且还新增了5C 充电效率。5C 旗舰版小鹏 P7+ 充电10分钟就可以增加420公里的续航，快充10%到80%的情况下，比速7快13.2分钟。此外，在第三方600千瓦快充桩上充电10分钟的情况下，P7+ 比速7多了195公里。在普通的充电桩上也可以维持250千瓦的充电功率。而小米速7经过网友实测，在600千瓦快充桩上10分钟能补能218公里。电耗方面，速7标准版100公里电耗12.3千瓦时，P7+ 综合电耗12.7千瓦时，两车相差不大。内饰2台车都是简洁风，但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。软件适配度方面，2台车做的也都很好。P7+ 作为家庭定位的车型，所以舒适性方面给到的东西还是很多的。全车南帕真皮座椅，前后排都标配通风、加热、按摩，这可是传统燃油豪华车都需要加钱选配的功能。车内大面积软包，流媒体后视镜，8295P 的车机，香氛系统，2排小桌板。后排娱乐触控屏，还有20扬声器的高保真音响，但差别最大的可能还是空间方面。
在我们把两台车的前排都调到相同的距离后，后排空间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。P7加后排的头部和腿部空间非常充裕，速7的后排空间就有点捉襟见肘了。而且 P7加的后排座椅还带有电动调节。当然，速7毕竟是偏向运动的车型，整体打造的氛围也完全照顾驾驶感受。相比于 P7加这种家庭定位的车型来说，多人出行的场景，每个座位的舒适度，它照顾的还是更全面些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说了这么多，其实两台车的背后是不同产品的人群定位，两车其实都很优秀，只是速7可能更相向于个人使用，而 P7加是个人及家庭皆宜。速7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舒适配置，但在运动感受和驾驶乐趣方面还是很不错的。而 P7加在空间、智驾便利、舒适性配置方面做得很好。尤其是3电和驾驶质感的提升，让这台车性价比十足。具体数据的不同，可以看看下面这个表格哦。同价位两款不同风格的车，哪一个更符合你的需求？就请各位自己选择吧。那我们下期见。